侬好，侬好。侬好，那的生活还是蛮艰苦啊，居住环境蛮差个啦。是呀，没办法呀，葛末现在又没地方去了，对伐啦？只好临时性的，就是我哥哥呢，因为生病了，就同时和我同时在一起分配的。那时候呢，我哥哥呢分了那个集体单位，那我呢，后来身体也不是怎么强壮嘛，家里等了1年嘛，后来就分了到安徽去。安徽去嘛，当时我户口没有及时去迁掉，后来街道里呢，就把我的哥哥呢，从单位里面停止他工作了，每天在门口敲锣打鼓，就是一定要把我的户口迁走了以后才给他上班。因为我家里人很多的，姐妹有5个了，一共有7个人了。那我说也没办法，为了家里嘛，对吧？当时就父母现在承受不了这个情况。就是因为这个经济压力，我一想算了，没办法，就让他去上班吧。我跟妈妈说，我说你就把户口迁走吧，否则的话，对吧？后来，所以就去了安徽。去安徽几年呢，我还是人家都经常到上海来玩，对吧？家庭条件好的，因为我家里条件不是很好，所以呢，我就跟他说，有时候呢就带点肥皂什么小东西给我，对吧？那么1年做到头，反正吃饭都不够吃的。但你每年会回去一次吗？回去有时候回去一次的，会的啊。因为人家都走了，我只有一个人。那么你在安徽是中学没同学，还是一个街道里面的过去的？我们是分配的嘛，街道里出去的，街道里都不认识的。都不认识的，我们就一个房间嘛，就是5、6个人了。都是7人街的吗？都是对，都是7人街的，5、6个人一个房间嘛。都是上海人了。都是上海人。后来出去以后嘛，我就是在那里呢，反正想到家里回来呢，条件也不是这么好，因为一共就10几个平方，对吧？我睡也没什么地方可以落脚的。但当时你应该在安徽，你回来了，你户口还在那里呀。安徽那时候呢，就没有回来。后来我家里也碰了巧，文化大革命嘛，文化大革命正好就是我的亲戚嘛到上海去嘛，我妈妈因为家庭经济条件不好嘛，就跟我的舅舅谈起这个事情，那么就是他们就说了这个方案，意思嘛，女孩子总归要嫁出去的。当时呢，我也是不同意的，我说，因为我年纪还不怎么。我说我听人家说，可能国家呢要有新的政策出来的，所以好像结果后来也是他们做主的。我其实是不情愿。那实际上你可能当时就大纺车这风已经有点吹到了，是吧？已经耳朵里听到了。那大纺车之前有个并推嘛，好多都并退回去了。并退嘛，这时我也搞不出来，因为这时候这个是后面来。根本就侬何里到宁波呢？在后面来，我就去了5、6年嘛，到宁波嘛。你哪一年？大纺车应该是7、8、7、9年大纺车的。大纺车7、9年。不是回来这个文件下来了嘛？文件下来，大批的下来了，我已经结婚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已经结婚了。刚刚结婚。结婚了1年。结婚了1年。那就70年，你70年、78年结婚的。所以我就说差1年，我说我这个命不好，没办法，对吧？以前的孩子嘛，都听父母的嘛，对吧？有父母做主嘛。虽然心里不情愿，那么为了家里，对吧？就算了。那宁波也是个鱼米之乡啊。宁波是好地方。但是我的丈夫长得不好，知道吗？开头的时候看看还可以，表面上我想他搞建筑的，在经济上嘛，他收入也是可以的。你们可能有没有这个恋爱过程啊？恋爱嘛，怎么说呢？就是街上嘛兜来举钱，搞点
点心什么吃，就了解不多了，了解不深刻，不深刻的。不深刻的，就表面嘛，好像人好像身体还蛮好的，对吧？那么浙江嘛也是自己的家乡嘛，对吧？看他工作嘛，因为是搞建筑嘛，也是负责的，所以有一定能力，所以我父母嘛认为还是可以的。你到了安徽嘛，抽嘛又抽不上，倒是对吧？家里嘛又要影响家里的那肯定要比安经济。徽好了。哎，一个你到那边嘛，又是妇女嘛，不要到种地到山上砍柴什么，都不需要了，在室内搞个副业。整个宁波生活习惯哎是吧？生活条件应该都还是要比安徽安徽要好得多了。那要好得多了。哎，那比安徽要好得多了，因为你搞副业嘛，也可以搞到一点这个菜钱，搞点对吧？补贴一下家里。那么问题最主要呢，1年多以后呢，就是我的老公就是去赌博了，就这个影响了我的生活。就结了婚以后哎，1年多以后，我坐月子，不是坐月子生小孩嘛，也是在农村的，那时候生活条件都很艰苦的，就是那边也不是这么好，是比肯定安徽好，但是呢，那时候呢生小孩呢，简单的说就是，他不在家里的，我有个阿姨在照顾我，我的妈妈的妹妹，后来嘛她呢就经常家里不过夜的，就是老是在外面那个，我问她呢，她也不说的，因为我说想想我阿姨就意思呢，你把身体搞好再说，那么宁波好像这个大男子主义也蛮厉害的。当然主义思想很严重的，好严重的啊！哎，很严重的，你有些都是他说了算的，所以那时候到后来才知道他输掉了多少钱，到后来是人家告诉我，他的工资呢都没得拿到家里面，他这个工资啊，结果后来2年呢，反正到后来赌了呢，连米都买不起了，家里没有米了，那个，那我说你饭总要吃的对吧？他外面都借过了，亲戚朋友人家都告诉我了，那我跟他吵了也没用，对吧？那我正好，大队里不是分配知青工作了嘛？大概我跟他生活了3、4年后分配工作了，就分在就是农村里面，就分在那慈溪县镇上，县里，就是县里面。它是长河区，慈溪那边这个农村的乡镇企业很发达的。长河区发达，现在发达，以前刚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在那个时候还不怎么那个，不过已经还是可以。可以哈。那时候后来他呢，给我分到那个增值厂嘛，正是这个时候呢，正好闹矛盾，就是为了这个经济上面问题，那么我就到分配在那个浙江那个堰东嘛，有集体宿舍的，我就住在那边。堰东也在慈溪好像是吧？14期啊，17县。安东。安东，安东。后来，那么他老是来找我嘛，要钱啊，要什么，那么我不大回去的。因为你就是你的工资呀。就30多块钱，我跟你说，就35块钱，对吧？开头的时候，那时候也忘记了，反正总归是给他还赌债，我那时候吃什么东西啊？就是一点冬瓜，就放在那个杯子里面，对吧？就蒸一蒸也没有油的，真的那时候生活跟现在比，真的现在总归比以前要好多了，对吧？就蒸一蒸就是这样过日子的一个人，小孩子们还要全托嘞，